你知道吗？在世界金融史上最荒谬的一幕，不是股票崩盘，也不是楼市泡沫，而是一片面包的价格竟然高达300亿。没错，这不是夸张的虚构，而是津巴布韦真实发生过的事。当通膨率达到50亿的时候，你手里的钱比废纸还不值钱。人们真的用钞票来点火，或者糊在墙上当壁纸。就在那样的黑暗时刻，一个小小的国家悄悄在非洲的土地上点亮了一盏灯。17年后，这个国家收到了最出乎意料的回报。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哈拉雷总统府，全球的媒体云集 CNN、BBC、路透社、新华社，所有人都屏息等待。总统姆南加古瓦走上讲台，他说了一句话，让世界震动：我们选择台湾。那一刻，记者席炸开了锅。美国开出了10亿美元的投资承诺，中国摆上了200亿美元的基建方案，欧盟提出免关税与数亿欧元援助，俄罗斯则保证能源合作。但津巴布韦总统却偏偏选择了台湾，一个没有军事同盟、没有大规模金援，甚至没有在联合国席位的国家。为什么？要理解这个答案，得先回到17年前那个面包要价300亿的年代。2000年代初，津巴布韦原本是非洲的粮仓，烟草、玉米、大量农产品出口养活了国家财政。可当时的政府推行了一项被认为正义的政策，强制没收白人农场主的土地，分配给本地黑人。听上去像是民族自觉的胜利，但问题是新农民没有农机，没有技术，没有资金，结果就是粮食减产，出口崩溃，外汇断流。政府为了填补财政窟窿，开始疯狂印钞，央行把印钞机当发动机一样轰鸣。今天物价翻倍，明天3倍，后天5倍，到2008年年通膨率飙到50亿。想象一下，一个早上300亿买到的面包，中午要500亿，晚上涨到800亿，标签工人一天换2次价签，最后大家干脆放弃标价，因为没有意义。父母拿着一整叠钞票，不是去购物，而是去烧饭取暖。人们甚至用秤来称钱的重量，而不是去数。这不仅是经济崩溃，更是社会崩溃。政府没钱发薪水，医院没有医生，学校没有老师。哈拉雷市场凌晨4点就排起长队，只为了买一小块面包。那一幕仿佛世界末日。就在这样的绝望中，乔纳斯当时年仅24岁的年轻人，亲眼看着父亲倒下，心脏病发作，却没有药，没有电，也没有医生。急诊室里点着蜡烛的护士只能说一句：对不起，我们什么都没有了。那一夜，他父亲没能撑过去。国际社会呢？美国喊着人权，中断了援助；中国挖完黄金就走人；日本说风险太高，撤走项目；欧盟要求改革，撒手不管。整个世界把津巴布韦推入孤岛。就在他觉得世界完全抛弃他们的时候，有人却没有离开。乔纳斯的母亲很快也病倒了，肺炎让他几乎无法呼吸。他背着母亲在夜里奔走，所有医院都关了门。就在绝望之时，一个邻居悄悄告诉他，郊外有个奇怪的白色货柜，晚上还有灯光。他们走了30分钟，黑暗的村庄中真的有一个亮着灯的白色集装箱，屋顶上装着从未见过的黑色板子，太阳能板，外墙画着一面红蓝相间的旗帜，上面写着来自台湾的心意。推开门，一位护士迎了出来，胸口的绣字是 ICDF。 他拿出体温计、听诊器，那些在津巴布韦医院里早已消失的东西。他说幸好有台湾送来的抗生素。3天后，母亲的病情稳定下来，第一次笑着说我还能活下去。那是乔纳斯第一次听母亲在父亲过世后说出希望。你可以想象那种震撼吗？全世界都背过身去，只有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国家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那个货柜诊疗所成了村民的灯塔，没有手续，没有收费，没有条件，只要是病人就医治。村里人开始传颂台湾的故事，高血压的老人得到药，孩子接种疫苗，孤儿吃上了营养粥。大家都记住了台湾这个名字，尽管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它在世界地图的哪一个角落。从2009年开始，国际社会撤退得更彻底。美国的卡车把医疗设备搬走，中国的采矿企业关门消失，日本和欧盟终止计划，留下的是废弃的矿坑和满地的尘土。津巴布韦彻底沦为被遗忘的角落，但台湾却反其道而行之。
诊疗所从10所扩大到45所，疫苗接种率从40%回升到90%。太阳能冷链系统在7个医院启用，孤儿院和学校得到营养粥和文具。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还引进了农业技术，帮农民搭建太阳能灌溉系统，让田里重新有了水流，甚至建立数字化居民登记制度，用平板电脑管理疫苗接种。你能想象吗？在全世界都走开的地方，有人不仅留下来，还带来了未来。乔纳斯看着这一切，心里埋下了一个念头：有一天我要报答台湾。他没想到的是，命运真的安排了这一切。2015年，他考上了公务员，进入政府，分配到保健部国际合作科。第一个任务正是与台湾 ICDF 的合作。他惊讶地发现，台湾的支援规模远超想象，累计1800名公务员接受培训，250次以上的技术研讨、营养不良研究、太阳能疫苗库、教育支援。台湾几乎在默默地重建津巴布韦的社会基础。那一刻，他明白，台湾不仅救了他的母亲，还在救整个国家。到这里，悬念才刚刚拉开。当世界突然发现津巴布韦拥有全球前5的锂矿、第2的铂金储量时，美国、中国、欧洲、韩国全都疯狂涌来。但乔纳斯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因为他记得，当一片面包要300亿的时候，只有一个国家没有离开。电动车热潮一来，世界忽然想起了那块被遗忘的土地——锂。电池的白色石油，铂金燃料电池与催化核心，各与各铁矿，钢铁工业的骨骼。各路代表团排着队进出哈拉雷，谈判桌的文件堆得像小山，电话从清晨响到深夜，邮件一封接一封，投资免税、技术贷款、基建打包方案，眼花缭乱。乔纳斯坐在办公室里，翻开第37份提案，他注意到一个规律：几乎所有国家只盯着矿。有人提出港口换矿权，有人提出高速公路换供货优先，有人提出炼厂换长期折价，但对矿山周边的人、对学校、诊所、道路、饮水、冷链、疫苗、营养，几乎没人提。只有一个例外，台湾。10年前，台湾人就悄悄把太阳能板扛进了矿区边的村庄。8年前，冷链箱装进了乡镇医院。5年前，示范道路铺到了山谷尽头。3年前，小学的屋顶装上了雨水回收。没有大张旗鼓，没有电视直播，连剪彩都省了。他们不是来谈项目，他们是在过日子。乔纳斯到矿区走了一圈，日头毒辣，沙粒烫脚。村口的铁皮屋旁边插着一面褪了色的旗。一个孩子拉住他的袖子：“叔叔，你看奶奶说，旗子来之前没人看见我们。”这是他做出判断的瞬间。回到首都，谈判进入倒计时。美国团队带来了漂亮的 PPT，10几页的资本支出表，3层安全冗余，完整的 ESG 审计链。中国的方案很直接，200亿级别的基建总包，公路、变电站、工业园一并推进。欧盟打的牌是市场、关税豁免加技术转移。韩国和德国车厂派了副总裁级别的人，表达长期绑定上游的强烈意愿。会议室里灯光很亮，亮得让人有点心慌。每个人都懂今天签谁，未来20年就跟谁走。主持人把发言权交给各部会。计划部说，单看经济账，外方 A 的条件更肥。外交部摇头，签的是国家未来，不是财务报表。能源部语气很稳，信任就是成本，我们已经为不信任付过太多学费。保健部最后补上一刀，曾经没有药、没有电、没有医生，是哪个国家先在现场？会议室安静了几秒，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落在乔纳斯身上。他没有讲大道理，只讲了一个场景：蜡烛光下的急诊室，以及白色货柜里的第1支抗生素。然后他说，在别人只看到矿的时候，台湾看到的是人，决定就此倾斜。外界以为津巴布韦求的是钱，但真正的关键是能不能把资源诅咒翻译成国家能力。挖矿很快，建立制度很慢，卖原矿来钱快，加工增值最难。要避免一手好牌打烂，必须把矿炼材公材这一串接起来。台湾团队的案子正是从这里切入，优先开发权、锂、铂金各等核心矿种，划定明确的先行区与试点矿体，分阶段开放，严控超采与扰动红线，联合精炼，在国内建设中间品与前驱体产线，不做挖了就走的原矿出口，把附加值留在本土，收益回流，
矿区层面的10%公共回馈池，优先用于医疗、教育、饮水、道路、冷链和本地产业孵化，制度一体化、数字化监管、产销溯源、环境基线监测、社区协商机制、透明审计，全部一起上。人才走廊、奖学金、技职训练、工艺师傅、手把手，把人的缺口补上。纸上好看不稀奇，难的是谁肯真做。台湾代表说，我们先从3件事开始，不用等仪式。第一，把矿区诊所升级为日间急救站，配上太阳能与冷链。第二，把2所小学的屋顶与给水系统一次性改造。第三，把2.5公里烂路彻底铺到位，雨季也能跑救护车。什么时候？现在。媒体风向很快改变，国际记者反复追问：中国200亿基建你们不要，美国150亿投资不香，欧盟免关税不稀罕。乔纳斯只回答一句：我们选的是同伴，不是买家。话很短，分量很重，因为真正的选择是要一个在你最穷的时候还愿意和你分饭的伙伴，还是一个在你最富的时候才端酒来的客人。你可能会好奇，台湾怎么提前10年就埋线？答案不神秘，走在现场，走进人群。当年为了让疫苗不坏、药品不没、诊断能在夜里继续，台湾人把能源、医疗、冷链数据4件事一块做。太阳能板保证电力，冷链箱保证温度，诊所的平板把每一个孩子的接种记录记得清清楚楚。等到矿业资本蜂拥而至，才发现这片土地的最硬条件，路、桥、电、水和最软条件，健康、教育、信任已经被悄悄打底。这不是慈善打卡，这是国家治理的预演。也因此，当美国代表第一次到矿区考察时，看到本地诊所运转，学校在上课，道路已铺，愣了半天，这些是谁干的？台湾。什么时候开始的？10年前。对方沉默了，因为这意味着你不是扔下一个项目就能接管，你需要接入一整套已经运行良好的系统，需要尊重它、适应它、强化它，而不是推倒重来。协议草案很快敲定，但乔纳斯坚持把公共回馈池写得更硬，不是自愿，不是倡议，不是道德呼吁，而是合同义务。每开采1吨矿石，按量计提公共回馈，由政府、社区、学校、医院与企业共同管理，账目对公众公开，钱先砸到人身上，再讨论利润分配。有人质疑，这样会不会抬高成本，吓走投资？乔纳斯的回答不拐弯：过去我们付出的成本叫国家崩溃，如果连基本的人都顾不好，这些矿迟早变成新的诅咒。这不是口号，是亲眼见过没有医生没有药的夜之后的清醒。签字那天，风出奇的轻，会场不奢华，只有必须的人到场，没有夸张的辞藻，没有冗长的致辞。总统按下钢印，台湾代表递上文件夹。乔纳斯把笔盖扣上，长出一口气。这不是赢了一口价，这是赢回了一口气。外界仍然震惊，连 CNN 的标题都用了难以置信的大逆转。在很多人的理解里，国家选择就是谁出价更高。可在津巴布韦，这一次选择的是谁在你最艰难的时候没走。别急，故事还没讲到高潮，签约只是第1天，真正的考验在后面。把文字变成日常，把承诺变成工地，把愿景变成流程。第1个月，日间急救站开始24小时轮值；第2个月，小学屋顶的集水槽接满了第1场雨；第3个月，救护车在新铺的路上第一次没有被泥坑拦住。看上去不起眼，但每一件都是把国家能力往前推一步。很多国家失败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因为没有把钱花在能滚动的节点。这一次节点被找对了。与此同时，全球价格像坐电梯，锂价疯涨，回调再拉升，资本的脚步一阵快一阵慢。乔纳斯的策略是不追涨杀跌，而是把周期的浪涌变成制度的台阶，以炼促采，原矿出口设上限，推动中间品在地化，以人锁链，奖学金和技训与产线挂钩，培养能上岗的本地工程师。以树制矿，矿车、尾矿坝、排水、粉尘、噪声全部装上传感器与溯源编码，以信换时，公开审计与社区会谈，把时间换给最难的信任积累。一句话，别让矿越挖，国家越空。说到这里，你可能以为乔纳斯一路顺风，并没有，阻力随之而来。某个深夜，他接到匿名电话，你挡了谁的财路？
第二天，社交媒体出现了不明来路的抹黑，说公共回馈池就是新的腐败口袋，联合精炼会拖慢出口。第三天，一家外媒引用匿名人士的话，称台湾方案不现实。他没有发声明，也没有去骂他，把当天急救站的收治数据、学校的出勤率、道路的通行时段、冷链的温控曲线全放在政府的公开网页上。数据一旦亮出来，留言就会变得很笨。同时，台湾团队也把节奏稳住，不争辩，不摆姿态，就把螺丝拧紧。最难的一关是第一炉料，联合精炼的第一批中间品什么时候能稳定产出？这不是剪彩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矿石品位的波动，控制工艺参数的反复校准，杂质的逐级剔除，废水废渣的达标处理，能耗与成本的平衡。实验室通宵亮灯，工程师一遍遍调配比例，有人嫌慢，媒体催更，市场焦虑，但乔纳斯坚持慢一点没关系，第一炉一定要干净，因为这炉料不只是产品，它是国家信用的样品。终于，在一个雨后的清晨，工控屏幕上的曲线稳定了，第一批合格的中间品被装进桶里，打上追溯编码。工厂的汽笛没有长鸣，只有短促的一声。所有人互看一眼，没喊万岁，只是点了点头。我们做到了。你或许会问，那记者会上的那句“我们选择台湾”到底值多少钱？乔纳斯的回答是，它值的不只是钱，它值17年的记忆，因为选择的背后是一条回路，从蜡烛下的急诊室，到货柜诊所的第一支抗生素，到太阳能板下的冷链箱，到校门口新铺的2.5公里路，到联合精炼的第一炉中间品。这条回路把恩变成能，把情变成正，把援助变成制度。当年那个背着母亲跑夜路的年轻人，坐在了谈判桌的正中央，而全世界也在见证，不是最有钱的被选择，而是最不忘记的被选择。那天的竣工仪式没有红地毯，却比任何高峰论坛都更震撼。烟火在夜空炸开，掌声像浪潮一样涌来。总统剪下彩带，台湾代表与津巴布韦官员并肩而立。乔纳斯握着麦克风，声音一度哽咽。今天不只是一个产业起点，而是17年前就埋下的种子开花结果。舞台背后的大屏幕亮起，滚动播放着一行行数字：93万人次无偿诊疗，250吨药品输送，47所诊疗所，12个教育改善地区。这些不是冷冰冰的统计，而是每一条生命，每一个孩子，每一口饭。会场里安静极了，大家都明白，这些数字背后是17年的坚守。典礼结束，乔纳斯特意推着母亲来到新落成的津巴布韦台湾友谊医院，大门口悬挂的横幅写着“拯救生命的17年承诺”。母亲坐在轮椅上，眼睛闪着泪光，她伸手抚摸那块崭新的铜牌，低声说：“孩子，那个当年救我的国家，如今给了我们一所医院。”乔纳斯一时间忍不住抱着母亲泣不成声。那一刻，他不再是资源开发局的局长，不再是谈判桌上的主角，只是一个在绝境里被救过的人。走进医院大厅，特设的展示区陈列着台湾与津巴布韦合作的成果，一张张照片，货柜诊所、太阳能板、营养粥，发放学生手里亮闪闪的铅笔，一段段影像，接种疫苗的孩子，村民挑水后的笑脸，工人培训的课堂，一块大屏幕实时更新当日接诊人数、冷链温度、道路通行率。这些冷数据却让在场的人热泪盈眶。乔纳斯在演讲中说：“台湾不是我们的债务，而是我们的尊严。”全场先是沉默，随即爆发出长达5分钟的掌声。几个星期后， BBC 特派记者来到哈拉雷采访乔纳斯，镜头对准他，问题犀利：“局长先生，为什么放弃了欧美和中国那些规模更庞大的提案？台湾到底给了你们什么？”乔纳斯看着镜头，缓缓地说：“不是最强大的国家被选择，而是那个不忘记的国家被选择。台湾没有忘记我们，所以我们也没有忘记台湾。”记者追问：“可从经济账面上看，你们损失了巨大利益。”乔纳斯摇头：“你们看的是金钱，我们看的是记忆。钱可以再赚，信任错过就没了。”那段采访播出后，全世界都在讨论为什么非洲一个被认为脆弱的国家会把最核心的资源交给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屡遭孤立的小岛国。答案其实很简单，在没人看的地方，对没人关心的事，台湾尽了真心。
这股风潮也吹到了津巴布韦国内矿区，居民最先感受到变化。在新修的道路两旁，小摊贩重新摆起了桌子。过去因为烂泥和灰尘没人敢走的路，现在变成卡车和救护车都能通行的通道。小学的孩子排着队进校门，屋顶的集水槽里留下第一桶干净的雨水。冷链设备让疫苗不再报废，传染病的曲线逐渐下降。营养周计划扩展到更多孤儿院，孩子们的脸上开始有了肉色。一位老人坐在树下，对记者说：“以前我们只知道矿是别人的，现在我们第一次觉得矿也是我们的。”当然，并不是一切都顺利，资本的反扑随时存在。某些利益集团暗中挑拨、散布谣言，说台湾方案效率低、回报慢。还有人试图通过贿赂破坏公共回馈池的运作。乔纳斯在一次社区大会上直接把账本摊开，这是矿区今年的产出，这是按吨计提的回馈金，这是修了哪段路，买了哪批药，养了多少个孩子，全在这里。社区的长老们点头，这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透明。与此同时，全球的市场依旧疯狂，锂价3年内涨了3倍，又跌去一半。其他资源国被资本裹挟，政局摇摆，但津巴布韦顶住了，因为他们把收益先固定在人上，再放到市价的波动里去消化。这是一种新模式，以人稳矿，以矿养人。很快，非洲其他国家的代表也来考察，他们看见的不是繁琐的仪式，而是能运转的体系。有人在现场感叹，台湾不是来买矿的，他们是来建未来的。故事再一次回到了那个年轻人身上。17年前，乔纳斯背着病危的母亲走在漆黑的乡间路上，那时候他觉得整个国家都完了。可是白色货柜里的灯光让他重新相信奇迹。17年后，他站在总统身边，对全世界宣布：我们选择台湾。从被救的人到能做出决定的人，命运走了一个圆环。在欢迎晚宴上，台湾大使举杯：我们不期待回报，只希望你们幸福。乔纳斯听到这句话，眼眶再一次湿润。他知道，这就是台湾的真正力量，不是军舰，不是钞票，而是一种在人心里留下烙印的温度。如果说当年一片300亿的面包代表的是绝望，那么今天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一个点亮夜空的医院，代表的就是尊严。津巴布韦选择台湾，不是因为谁更强，而是因为谁更真。17年，这个跨度在历史上或许只是短短一瞬，但对津巴布韦来说，却像是穿越了一整个世纪。那段被称为货币地狱的岁月，不只是经济崩溃的代号，更是一场对人性的考验。当所有国家背过身去，谁还会留下？答案早已写在白色货柜的灯光里。那盏灯照亮的不只是母亲的病床，也点亮了整个国家的记忆。记忆是最固执的东西，它可能沉睡，但不会消失。17年后，当津巴布韦终于有机会在世界谈判桌前坐直身子时，决定命运的不是谁开价更高，而是那段谁没有离开的记忆。签约只是开始，更大的意义是向世界证明了一件事：援助不必以强大为前提，选择也不必以金钱为唯一。台湾没有海量资金，也没有军事保护伞，却凭着持续17年的真心，把自己写进了另一个国家的历史。津巴布韦总统在演讲中说：“台湾没有条件，只有行动，其他人给的是支票，台湾给的是信赖。”这句话让台下的记者一时语塞，因为这打破了他们根深蒂固的认知。在地缘政治的棋盘上，小国永远是被选择的；在资源争夺的博弈里，价码永远是唯一的。但津巴布韦偏偏说了不，他们告诉世界，不是最强的国家赢得选择，而是最真实的国家赢得尊重。这种力量，连津巴布韦人自己都始料未及。矿区的村民第一次看到政府的账本可以公开，学生第一次拿到由回馈基金买来的新课本，护士第一次用上温度始终维持在2到8摄氏度的疫苗冷链，母亲们第一次看到婴儿死亡率开始下降。这一切都告诉人们，资源并不等于财富，制度才是。而制度能不能建立，靠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次次具体的坚持。比如，公共回馈池的每一笔资金都要有3方签字；比如，诊所的药品必须扫码登记，避免流入黑市；比如，学校的教师培训要纳入定期评估。这看似繁琐，却是把过去空头承诺变成可追踪的现实的唯一方法。
外界依旧充满质疑，有人说这是政治表演，有人说这是短期蜜月，甚至有人说津巴布韦赌错了牌。乔纳斯面对这些声音，只淡淡回答：“我们不是赌牌，我们是在兑现记忆。是的，记忆可以成为一种力量，就像父亲的离世，让他铭记了没有医生的夜；母亲的存活，让他铭记了台湾的药。这种记忆远比市场曲线更牢固。如果把镜头拉远，会发现台湾与津巴布韦的故事恰恰折射了世界最核心的问题：什么是国家？是 GDP 的数字，还是在关键时刻守在一起的人？什么是发展？是矿山出口的红利，还是把药送进医院，把孩子送进课堂？什么是伙伴？是开出更大支票的人，还是在你最孤独时还在你身边的人？这3个问题，津巴布韦用选择台湾的行动给出了答案。回到那场签约后的晚宴，台湾大使说：“我们不期待回报，只希望你们幸福。”这句话很轻，却像钉子一样钉进了每一个津巴布韦官员的心里，因为他们太清楚，幸福这2个字在17年前是多么遥不可及。乔纳斯举杯回应：“17年前你们给了我们生命，现在我们有机会把生命延续成未来。”这不是外交辞令，这是一个亲历者的真心话。如果要给这个故事一个关键词，我会选择循环。白色货柜诊所救了母亲，母亲养大了乔纳斯，乔纳斯成了决定国家资源的官员，官员把矿区回馈到医疗和教育，更多母亲和孩子被救。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善意循环，它不像资本那样追求指数回报，却在17年间悄悄发芽，最终在世界舞台上长成参天大树。17年后，乔纳斯再回到当年的村庄，货柜诊所依然在，但旁边已经建起了坚固的砖瓦医院，孩子们在院子里奔跑。他停下脚步，看着那面略显褪色的旗帜，心里默默地说：“谢谢你们，台湾。”这一刻，他忽然明白，所谓国家记忆，其实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个人记忆拼接而成。故事到这里，你或许会发现，它并不是在讲津巴布韦如何选择台湾，而是在讲人类如何选择彼此。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台湾选择了先把人放在第一位。17年后，这个选择变成了另一种回报。这正是为什么津巴布韦总统要在全球直播的镜头前郑重宣布：“我们选择台湾。”那不是一份合同，而是一种宣誓。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能源革命，都在抢锂、抢股、抢铂金，有人拿钱，有人拿枪，有人拿技术。但在津巴布韦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条不同的路径：选择记忆而不是价码，选择真心而不是承诺，选择人而不是资源。当年的一片300亿的面包是绝望的象征，今天的一所友谊医院是一种新的象征——尊严。台湾没有忘记津巴布韦，所以津巴布韦也没有忘记台湾。这就是历史真正的重量。